嗨，大家好，我是熬夜，陪你一起学习学校没教的知识。手指在键盘上飞速打字的小花正在处理这一项任务。突然，他的上司走到他的座位旁，将一份文件放下，然后用食指敲了敲他的桌面。嗨，小花，帮我做一下这个，今天下班之前给我哦。接到新任务之后，小花又继续原本的工作了。就在他刚结束原本在处理这的工作，想要开始处理上司刚给的任务的时候，叮叮叮，他的电话又响起了。原来是顾客打过来，请他协助解决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在解决好了之后，小花又继续处理他的日常工作，但是他的心非常的乱，总是觉得自己好像有一些东西还没有做好，但是又一直想不起来。直到刚刚，那个脸很臭的上司就走了过来，问小花说：“我早上给你的东西，你做好了吗？”这时小花才突然想起自己还没有处理好上司给的任务啊，糟糕了！不知道你有没有过经历这样的一个状况呢？当很多个任务叠交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很容易出现忘记做的情况。那么今天好就会用《职场基本功：累死你的不是工作，是工作方法》这本书来告诉你，如何用变迁工作法来提高你的工作效率。这本书的作者李文勇是知名的作家，有着丰富的人力资源管理和企业管理的经验，善于将心理学以及管理工作结合在了一起。其中他所著作的《职场基本功》系列书籍更是被众多企业视为作为员工培训指定用的书籍。在这个影片当中，我将和大家分享变迁工作法的3个好处，以及5个有效实行的方法，让你掌握一个不让自己累死的高效工作心理学。那相信大家都有用过便签纸吧？有时候可能你在接电话的过程当中需要记录号码，这时候你就会用便签纸来做记录。但事实上，便签纸的功能不仅如此，它还可以成为你排列工作顺序，提醒你待会要处理哪一个工作的好帮手。例如你可以这样写：1月11日下午2点跟老板开会，确定好新产品的所有事项。1月11日下午5点要给顾客回电话，跟他讲解新产品的功能。在工作上使用便签纸会有几个好处。第一个，它会提醒你处理各种待办的事项。想象一下，当你的顾客打电话给你咨询报价相关的问题的时候，而你需要跟上司商量之后才能做出决定，那也许你就会跟他说：我等下2点再打电话给你吧。那如果当天工作比较忙碌的话，有的人或许就会把这件事情给遗忘了，等到想起来的时候要打给顾客，他们早就已经被你的竞争对手给抢去了。因此下一次如果你遇到这样类似的情况的时候，你就可以拿起便签纸来记录起来，并且写下执行的日期和时间。这边有一个关键就是时间一到的时候，我们就要立即去执行，这样你才会信任你的便签纸系统，认为它是可靠的。如果你做到答应顾客的事情的话，他们就觉得你有把他们的事情放在心上。做一个有信誉的人才可以得到他们的信任，和他们建立良好的关系。好处2，帮你建立好形象。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你想想看，当同事又或者是上司来找你帮忙的时候，如果你当下立即就拿起便签纸来记录起来，然后贴在你办公桌的隔板上面，这时候就间接的跟他表明说你是重视他们的交代的，而且也会让他们觉得把工作交给你可以非常的放心。好处3，帮你回绝打扰。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当你很忙很多工作要处理的时候，恰巧又碰到同事过来跟你闲聊，又或者是说找你来帮忙，这时候的你是不是觉得很烦恼，应该要如何拒绝他们呢？那么这时候便签纸就可以派上用场了。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就可以先看一看你自己隔板上的便签纸，然后跟他们说：真的不好意思我现在需要处理好多的这一些工作等我处理好之后再来找你好吗？这样他们自然而然的也就会不好意思的再继续打扰你了。当我们了解了便签纸的那么多的好处之后，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学习如何有效的实践这个方法吧。首先第一个法则，一张便签纸只写一件事情。便签纸的规格一般都不会很大，所以一张便签纸我们只需要写下一件事情就好了，这样才不会造成混淆的情况出现。我们人的注意力都是有限的，如果一次只专注完成一件事情的话，这才是最有效率的。一项来自于史丹福大学的研究表明，同时间处理多项任务会导致我们的效率下降 40%， 因为我们的大脑只能一次只做一件事情，长时间同时处理几件事情，比如一边打电话给顾客，一边打报告，然后一边吃饭，这样会让大脑吃不消，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压力、焦虑和烦躁。更严重的是，它会让我们的大脑造成伤害。
当我们长时间在 multitasking 的时候，大脑就会分泌出皮质醇，也就是压力荷尔蒙。一旦我们体内有过多的皮质醇的时候，我们就会睡不好、失眠、容易肥胖、忧郁、注意力下降等等。再说了，如果我们一张便签纸只写一项任务，这样我们就可以视觉化看到自己的工作正在一件一件的慢慢减少，这也可以让我们更有动力的去快速解决剩下的任务哦。第二，便签纸的字要写得足够大。接着，你得确保你在办工作前看得清楚所有便签纸上的字。当你可以一目了然的看清楚所有的便签纸，你就可以大概的知道自己还没有完成哪一些事情。偶尔也可以重新排列一下这些次序，让工作变得更有效率。因此，尽量写到足以可以让你看清楚的大小。你可以选择用你喜欢的颜色来写便签纸，又或者是你也可以画一些图案在上面，提醒自己该做的事项。你可以不用在意这些图片好不好看，因为这些都是属于你的便签纸，你只是需要确保自己看得懂就足够了。第三，用不同颜色的便签加以区分。美国心理学协会指出，缺乏意志力是完成目标的最大绊脚石。意志力是会被耗损的，而且越用就会越少。用多了大脑就会感觉到疲累，就像是手机的电池一样，一早醒来的时候是满电的状态，所以做什么事情都会有满满的动力。而一天下来之后，意志力就会慢慢的被耗损。那我们要怎样运用意志力，高效的完成我们的任务呢？正确的做法就是做规划。就是说，把最重要的任务放在优先处理的事项，把手续的任务留在下午后的一个时段。例如，你今天要处理的工作有：1. 写影片稿， 2. 回复顾客信息， 3. 联系顾客， 4. 管理社群， 5. 跟同事开会讨论新的方案。因此，你可以在早上意志力最强的时候，先做一些比较消耗脑力的任务，例如写影片稿，然后再和同事开会。到了中午就可以开始回复客户的信息，然后再联系顾客。最后再处理一些社群相关的任务，这样一来你就可以确保自己有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最重要的事情上面了。接着你也可以根据待办的事项的排列，用你惯用的颜色来区分。例如你可以用红色来记录最紧要的工作，然后用绿色来记录次要的工作。这样一来的话，你就会很容易看到自己应该优先处理哪一个工作事项了。第四，写好便签之后就立即贴起来。如果你的便签纸弄丢了，你不但需要花时间去找，还会打乱你的思绪，影响你的工作效率。因此，最好的方法就是写好之后立即贴在你的办公隔板上。要注意的是，这些便签纸不要这里贴一点，那里贴一点，最好就是整齐有序的贴在同一个地方。一来你很容易看清楚，二来整齐的排列也会让你的思绪更加的清晰哦。第五，处理完工作就要立即撕下相应的便签。不知道大家在小学的时候会不会使用一个叫做功课簿的东西？在我们这里，就是老师会将当天所分派的作业以及数量写在黑板的旁边，例如英文作文1篇，然后我们就会将这些功课抄进我们的功课簿里面。当我们完成该功课之后，就会用笔划掉，表示我们已经完成了那一份作业。当功课簿上被划掉的功课越多的时候，就代表我们即将完成作业，可以出去玩了。在这里也是一样，当你完成一个任务之后，贴下相应的便签纸。当你看到隔板上的便签纸越来越少，成就感也会随之提升哦。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而且这也代表着你即将就要下班了。好了，今天的分享就讲到这里了。总结来说，虽然便签工作法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整理思绪，提高工作效率，但更重要的是，你必须遵守自己设定好的工作安排系统。比如设定好了就要去处理，时间到了就要去执行，绝不妥协，这样才会觉得这个系统它是可靠可行的，才能有效的摆脱自己被工作累死的命运。在这里我也邀请你加入我们的成长读书会，每周读懂一本书，获取高手们的做事法则，成为一个有效率懂生活的人。谢谢大家的观赏，希望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启发。如果你喜欢好业的影片的话，就请你订阅好业的频道，点赞和分享，启发更多的人。那如果不小心点到小铃铛就更好了，这样好业就可以争取在每逢周三晚上7点半的时候弹在你面前的机会了。我们下一集再见。